不是只有皮皮在想你，不是只有皮皮，那还有谁？还有我外卖到了，来了。皮皮，你快进去。哎，蒂芙尼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呀，蒂芙尼想我了吗？你呀想我了吗？哎呀，好乖呀。你怎么来国内了？你不回去，我只能来找你了呀。介绍一下，这是阮玉，这是我在美国的同事吕胜兰，吕律师。你好。你好。哦，对了，我不知道家里有客人，还是老样子，点了2人份，一起吃吧。他不是不吃外卖吗？我吃过饭了，你应该也吃过了吧？就在这站着，不请人进来吗？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明天律所见吧。好，再见，阮小姐。再见，李律师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是住在对面那个酒店，明天顺我一程吧。高，实在是高。他不光话里有话，还以退为进，最后还给你留了个小伏笔。但我看许怀颂对他的态度，他们看起来应该只是同事。哼，许怀颂可能拿他当同事，但他拿许怀颂当什么那就不一定了。哦，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啊，许怀颂跟我说他不吃外卖，但他今天来的时候带了外卖来，看他那个样子，他们好像在美国也经常吃。这个吕律师，杀伤力还挺强啊！不慌，既然敌人已经杀到眼前，那我们就大方迎战。我这现在哪有时间迎什么战呀？是高分陈主编立完军令状，我码字都来不及呢。姐姐，你现在事业跟爱情都在一条船上。俗话说，磨刀不误砍柴工。与其你被他留的这点小伏笔弄得遐想万千，思路受阻，你不如主动的睁开眼睛去看一看，明天会是什么样的剧情。boss， 入职手续已经办完了。恭喜啊！不过前2天不说了吗？让你多休息休息，等安顿好了再过来。坐。boss 给了我这次调回国的机会，我当然要快马加鞭做好准备。我在旧金山时就已经订好了杭市的公寓，下飞机3个小时之内完成交接，顺利入住。我还用了1个小时浏览了智坤的官网，提前熟悉了一下中国区的所有同事。昨天还保证了充足的睡眠，今天元气满满的来迎接我从律师助理转职业律师的第1天。真不错。我去，我来。boss， 你强大而万能的助理已经来了，你就不必再做这些早啊，许律师。走。先去熟悉你的办公环境吧。好的 ，boss。请进。
徐律师，以后就请多多关照了。我还没答应你做我助理呢。我保证，只帮忙不添乱。我退则可以端端茶水，记记笔记；进则可以发挥想象力，开脑洞，帮助人迸发出灵感的火花，说不定能助人一举破案呢。破案的是警方的事，不归我们律师管。那句话当我没说。怎么突然想着来做我助理啊？因为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就是，既然你已经准备还是写男女主工作之后重逢的番外，那要体验职场生活吧？这样一来，既见过了事业，又见过了爱情，岂不一举两得？真有你的！在我身上取材？对呀，你不是也希望我能把小说继续写下去吗？我慎重考虑过男主的职业选择，律师确实是最符合他人设的，所以我就想来律所做点专业的功课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也可以付费当助理。付费就不必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想做我的助理，有一点要求。1点，这明明是30点要求嘛。中午一起吃饭，晚上送我回家，小说还要有优先阅读权。这里面哪一点跟助理的工作有关？条件我已经写了，答不答应看你喽。行，没问题。签好了，这就算正式入职了。恭喜你啊，冉小姐。要不我先去熟悉熟悉律所环境，认识一下我的同事们。好啊，这边是档案室和接待室。另外这个是洽谈室，这边是会议室，之前你有来过。这边，前面是茶水间，这边呢就是大家办公的地方了。平常大家都在这块办公哈。对。那非中国区的同事来的话，我们一般是在哪里接待啊？履历还没到。我问的这么明显吗？一会儿履历到了，让他到洽谈室找我。好的 ，boss。正式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小吴。你好，我姓吴，是许律在美国的助理，刚转职业律师。前辈好，我是阮玉。可不敢当，不过你以后遇到什么问题，尽管来找我。谢谢。对了，boss，刚才有个事儿忘问您了。啊，你说。他还好吗？他是不是很想我？他在家的时候最喜欢我喂他吃饭了。他这段时间应该没什么食欲吧？啊，他挺好的。Tiffany， 太可爱了吧！他竟然一点都不想我。没事，他好我就好。皮皮原本是小吴的猫，偶尔会养在律所，跟律所的同事关系都很好。对，可爱吧？还有，负责给皮皮洗澡的人，也是小吴。啊，对，也是我。这样。先去忙吧。拜拜。走吧。
律师的工作日常，早上8点。你好，许律在吗？啊，吕律好，阮小姐，我现在是许律师的临时助理，许律在接洽室等您呢。哦，好。来了。你回国这段时间呢，我们都开拓了一些跨国的案源，这些是这次案子的资料。好，先坐吧。还真把自己当助理了。不能看，不能看，看了就输了。现在比的就是定力。对了，有这么几个点，咱们得再对一下。就看1小下。刘律师，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，就先准备了跟许律一样的美式。你要想喝别的，我再去给你换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喜欢喝什么倒没有那么重要，但许律喜欢喝什么，你应该了解一下吧。吕律这是真把他当成助理了，不然呢？谁敢把他当成真的助理啊？他送来什么，我就喜欢喝什么。以后这种小事交给小吴处理就好了。收拾你的东西，过来旁听，做做你的功课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昨天你说过了，我跟当事人都已经沟通过了，他们同意。根据本合同要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法律途径。哇，吕律本人真是太有气场了。你看一下这个。不愧是我的女神。你看这一幕就只想看看这个，那不然看看什么？做助理嘛，最重要的就是敏锐。果然不是谁都拥有这样的专业素质。莫名其妙。下班了，一起回去吧。啊，我还有事，我要不安排人送你吧？我来。那个吕律，您国内没车吧？我开律所的公车送你啊。我刚没好意思说，吕律，我其实是您的事业粉。
您当时 KS 制药知识产权那个案子打得真的太漂亮了，视频我都看了好多遍，我还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呢，拜托您给我个机会呗。走吧。哎，好，那个，行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你不是还有事吗？我的事儿就是送你回家。走。我喜欢喝什么倒没有那么重要，但许律喜欢喝什么，你应该了解一下吧。所以，许怀颂其实不喜欢黑咖啡。哦，对了，我不知道家里有客人，还是老样子点了2人份，一起吃吧。喜欢炸鸡，喝可乐。还以为已经够了解他了。炸鸡，可乐，国外的10年。你好，许律在吗？吕律好。吕律这是真把他当成助理了？不然呢？谁敢把他当成真的助理啊？他送了什么，我就喜欢喝什么。Hi, glad to see you, Mr. Simmons. 温香老师，您这会儿有没有时间跟我见一面？我就在你小区门口。环视那边约我见面，估计要聊小说版权的事儿。上午给你请个假哦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温香老师，领导那边催得紧，我这临时约你。没关系，我今天正好有空。谢谢您了，理解。啊，这次约您出来是这样的，我们知道您对《好想和你咬耳朵》这部作品影视改编的态度非常的慎重。之前我们一直空口白话的，您有所顾虑也正常。所以这次，我们做了一份企划书，里面详细的描写了关于这部作品改编我们的一些想法。请您看看，是不是符合您的理念？嗯。给我去！怀颂，今天这也太巧了。这位是啊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姚欣。你好。我之前就听她提过，一直在争取这个 IP， 没想到是我老同学的 IP。满月，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，该帮的忙得帮啊。我可不是给你面子啊，
是人家姚鑫整个团队的企划书确实做得很优秀。那温香老师，回头我把合同发给你，我们尽快推进。不是吧？你们家里面这个话语权是在怀宋手里的啊？当然不是了，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参考，你来决定就好。你真的觉得把这本小说改编成电影没有问题吗？当然了，你用心写的故事，值得被更多人看见，不是吗？可是这样的话，男主角就会被更多人看见了。怎么？男主角是这么见不得人吗？那不是。嘴上说的挺好，吃个炸鸡可乐都见不得人。好吧，那合同就这么定了。这好像不是去律所的路。怎么到家里来了？居家办公啊？啊？为什么要居家办公？律所人太多，咱们两个人亲戚。居家办公也是律师的一种日常状态。当然了，居家你可以做做不同的功课。以后你的每一面，我都会好好了解的。你别看我了，你看文件吧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谢谢。翻出最爱的毛衣，换了新裙赶过溪，风在窗前跳舞了，想知道我要见你。手机屏幕闪一下，是不是你发消息？心跳刚好1/8，这感觉很熟悉。我看着镜子里微笑，再确认口红的色号。我点外卖。好。别说是巧合，刚刚好。来啦，你好，您的外卖，谢谢，祝您用餐愉快。辛苦了。点了什么呀？茶几？走吧，快趁热吃吧。你怎么点了这么多呀？我吃这个就好了，吃这个就好。喝可乐吃炸鸡，到底有什么好尴尬的？也不是说尴尬。你不会觉得这些炸鸡、可乐很幼稚吗？你不觉得这很不符合一个小说男主的形象？我不觉得啊，至少在你身上，我不觉得。真的？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幼稚的话，你就，一起为幼稚干杯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咱们时间差不多了，下班吧。我送你回去，顺便去律所拿点东西。
我帮你拿吧。你等会上去好好跟人说，别和人吵啊！哎，好嘞好嘞。你好，徐先生。哎，你好。麻烦你了，帮我们摁一下1。好嘞。谢谢啊。你好，孙小姐。怎么一直停在8楼啊？去看看。嗯。怎么回事？站到角落，降低自己的重心，扶着把手。哦。没事吧？不用紧张，我在。怎么办？我还没有找到工作，我还没有男朋友，我连男人的手都没牵过，嘴巴都没亲过，我就要死了！我到死还是个电灯泡。妹妹，你先别害怕，我也还没有男朋友呢，我都28岁了，你先别怕。真的吗？那你好歹也有人追啊！我们几位业主没事吧？没关系，您看一下这位女士。好，您没事吧？吓死我！实在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这样，您再帮着看一下。行，我现在就走，现在就走。吓死我！找什么呢？找我丢掉的魂儿。哎呀，我忘了我还有个试镜呢。妹妹，你妆花了。阮玉，你想有吗？有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我先去开车。阮玉，你想有吗？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怎么话只说一半？你说，当一个男人问一个女人“你想有男朋友吗”的时候，他的隐含意思是不是想说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不然呢？难不成他想给你再介绍一个？这还用问？可我当时没反应过来，他会不会以为我故意装傻，就这么算了？你要是不想算了，那不有的是办法吗？我在写小说，问你个问题，你说当男主问女主
你想有男朋友吗的时候，它的隐含意思是想说 A， 你觉得我怎么样？还是 B， 我给你介绍一个。这样会不会太直接了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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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B。徐律，许怀颂选择 B。嗯？什么？不是，这男人什么意思啊？这意思是说你自作多情了？
你撤回什么？我发错了，所以就撤回了，不好意思。发错了。接电话呀。喂，任月。喂。任月，刚刚你发的那条消息我没有看到，你撤回什么？那你怎么回我？刚刚那条消息不是我回的。啊？你先告诉我你撤回了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在家吗？另一道焦点的思念，总有个理由，是你不知道的心愿。如果可以续写暂停的从前，错过一次已足够，趁来得及还可以回头，做怎样一个我，全凭你偏爱，冷酷或温柔。错过一次我能否听到你说其实你很念旧，无论最初或到最后，只想牵我的手。数过双手，真的好久不见。说着我们才追上两人的时间，是期待太久，已预想的浮现，翻阅着蜿蜒，寻找通向圆满的情节。错过一次已足够，趁来得及还可以回头。你怎么了？做怎样一个我，全凭你偏爱，冷酷或温柔。错过一次我能否听到你说其实我就是想知道，你到底撤回了什么？无论最初或到最后，等待爱回流。如果一切重来，如果剧情可涂改，你会不会？我问他，你想有男朋友吗的意思是 A， 你觉得我怎么样？还是 B， 我给你介绍一个。他说是 B。A 和 B 不是同一个答案吗？你别光站着，我给你拿双拖鞋。你渴了吧？我给你烧点热水喝。SOS， 呼叫审迷，情况紧急，请求组织支援。这不是演习，重复一遍，这不是演习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被我说中了？许怀松给你表白了？什么？老许真要表白了啊？人家表白，你激动什么呀？喂，可能已经表白完了。什么？
你那边怎么有男人的声音啊？我看电视呢。那个是你怎么回应的呀？我要是知道怎么回应，我还用躲在卫生间啊？你怂的！你现在就好好的想一想，你有没有做好进入一段关系的准备？本来今天一冲动，好像是可以了。后来跟他消息一回，我有感觉，他一句话我天就塌了，太没出息了。我不想被牵着鼻子走。那你就牵着他鼻子走。这怎么牵啊？你之前写言情小说的时候，36计不是记得滚瓜烂熟吗？到自己身上傻了，你就欲擒故纵，隔岸观火，反客为主，你偷偷用起来啊。好，行，等你消息啊。反客为主。谢谢。谁拿你微信回了我消息啊？应该是吕律师。我刚在律所加班。这样。这件事，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。我处理什么？你不生气吗？是你的微信被人动了，应该是你比较生气吧？那2个选项，你希望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陆地上跑得最快的10种动物里，竟然有野兔。我不知道，我没研究过。看起来胆子很小、很好欺负的兔子，跑起来的时候，时速可以达到50英里，就跟狮子差不多。但在这10种动物里，狐狸根本没有上马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晚安了。那狐狸就多追一追兔子吧。我睡了，早安。我醒了，晚安。我醒了，晚安。吃饭了吗？正在做呢，你呢？刚吃完简餐。小说写到结局了，杭市的樱花也开了。我是吕胜兰，有时间见一面吗？阮小姐看上去气色不错。吕小姐特意来国内找我，应该不只是为了夸我气色好吧？
看来你喜欢开门见山，那我直说。怀宋回美国有1个多月了，你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在医院一边做陪护照顾他爸爸，一边要兼顾工作，同时还要准备好几个庭审，就光这些已经够他忙的了。他还要隔着时差陪你通电话，陪你聊天。阮小姐不觉得自己的存在给他带来的只有负担和妨碍吗？吕小姐是以什么样的立场在说这些话呢？我的存在会给谁带来什么，好像也轮不到第3个人来评判。确实，这件事情上我没有立场，但我见过你没有见过的他，我知道他在美国这一切是拿什么换来的。我想这点发言权我还是有的。我想你应该知道，一个中国人想要在那里的经营行业做出点成绩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他们不会因为你是外来者而宽容你，相反，他们会用更加严苛的眼光来看待你。他当年是以全年级最好的成绩毕业的，那些年，他从被看轻、被质疑，到最后拿出成绩让所有人心服口服。在这期间，他因为过劳进过2次医院，曾经被医生说不能再这样透支生命。后来他执业不久，徐老师又因为脑梗，一夜之间从业界翘楚，到失去了自理能力，变成了不记事的痴呆状态。他又一声不吭地接过了徐老师手里所有的案子，顶着那些当事人的不信任，没日没夜地拼，到最后他打赢了所有的官司。我有的时候就是想不明白，一个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信仰，能够支撑他做到这个地步？那好像不是单纯的责任感，也不是单纯的职业理想。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答案，但是我知道，他不惜透支身体换来的这一切有多么的宝贵。但你现在要毁了他。如果他真的愿意为了你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国，你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他这样的牺牲吗？那或者说，他对你的感情没有深厚到这个地步，那你们像现在这样每天隔着10几个小时的时差，连一句晚安都不能同时讲给对方，你觉得这样的关系能维持多久？Why on earth would you make such mistakes? 他就是徐怀松那个拿满分的。小组作业，和我一起组队。我不需要组队。你只是不需要和比你差的人组队。
OK，we're done here。OK。听说你拿到 offer 了，许寒松他爸以后就是你的代教律师啦？对啊。哦，旧金山那么多律所，偏偏和许怀松投了同一个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都毕业了，才看出来。也是，天天对着那样一张脸做课题，也太难不心动了。哎，我纠正你一下啊，你喜欢的不是他的脸。知道我们吕律师只喜欢强者的吗？哎，那我问你啊，假如给你2个选项 ，A， 能和许怀松在一起，但是许怀松会荒废他所有的才能和事业，所有的啊。B， 永远无法和许怀松在一起，但许怀松永远理智，永远强大。你选哪个？什么无聊的问题啊！我走了。我选 B。谁啊？来了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姐姐，我昨天看了你的结局之后，我就一直想哭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就差一点就跟我哥表白了。你也知道，我写的人是你哥啊？我其实知道挺久了。姐姐，你别难过，我哥当时出国是有原因的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他那个闷葫芦，你肯定还不知道我家当时发生了什么。不是因为你爸妈吗？我爸妈是离婚了，但是他们不是因为感情不好。我妈跟我爸分开的原因啊，是她不喜欢我爸的职业。我爸爸，他以前是刑辩律师，经常为杀人犯做辩护。那时候他接了一个案子，让一个涉嫌杀人的嫌疑人被无罪释放了。自从我们家接了这个案子起，我妈就一直不理解他，家里总是有争吵的声音。后来，嫌疑人出来以后，这事情闹得更严重了。邻居对我们家指指点点，被害人家属隔三差五上门闹事，泼油漆、砸鸡蛋。他们还说我爸是杀人犯的帮凶。我那个时候又小，我就有点害怕，所以他们离婚了之后，我就不想跟着爸爸。那你哥呢？我哥应该是为了我才跟着爸爸的，但是他后来对爸爸是什么样的看法，我和妈妈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也做了律师。但是姐姐你别害怕，他不是刑辩律师。就算你哥哥是刑辩律师，我也不会害怕的。为什么？你不觉得刑辩律师是杀人犯的帮凶吗？每个职业都有各自的职责所在。刑辩律师的职责就在于通过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来维护司法的公正性、公平和正义，不仅仅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，
也要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，要做到量刑上既不会过重，也不会过轻，这就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对抗的意义。否则你想想，为什么有些犯罪嫌疑人明明经济很困难，负担不起律师费，但法院还要为他们申请法律援助呢？那姐姐，他们都说我爸是昧着良心挣钱的。每个行业呢，都存在道德缺失的人，律师这个行业也不例外。可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你爸爸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你应该自己去求证，而不是只听他们说。你说对吗？如果那只是一些不清楚事实，或者不愿意相信事实真相的人的非议，但你却错怪了你爸爸，那是不是会后悔呢？好了，别哭了。姐姐，你还伤心吗？我早就已经不伤心了。你看，我还准备写男女主久别重逢以后的番外呢。那你怎么看着这么憔悴啊？怎么能叫谁给谁增加负担了呢？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挑拨离间了？谁吃饱撑的嘴巴这么咸呀？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异国恋明明是两个人一起辛苦一起努力，怎么能是谁给谁增加负担了呢？就算是负担，也是甜蜜的负担。你可千万不能听信那些小人的谗言。我没有认同这个想法，我只是在想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。如果两个人要避免分隔两地，就注定有一个人要放弃自己现在的事业，打乱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但不论是谁做出这个决定，那都意味着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对等。一段不对等的感情，会有好结果吗？如果在上头的时候做了这样的决定，能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后悔吗？姐姐，不是这样的，一定会有好结果的。我相信我哥肯定会选择回国的。我了解他，我非常了解他，他绝对不是一时上头。你看你说的，其实我跟你哥真正认识也就半年多一点的时间。我当初害得阮玉学姐这么惨，要是说出来，会不会被讨厌啊？你看看我，跟你一个高中生说这些干什么？来，咱们先吃饭。这个糖醋小排。皮皮，怎么还把玩具弄丢了？我来。需要帮忙吗？这不是我的 U 盘吗？怎么了？我记录大纲的 U 盘没有丢。那写诗人是怎么拿到我那些梗的？